刘家辉与方嘉欣在港岛虽然已经到了金字塔尖，但放眼全球还是差了许多段位。而费家的实力早已经不在普通的富豪排行榜名单上，实力已经属于隐藏的巨富家族，综合实力更是比刘家辉强出无数。费可欣又是费家的家主，在刘家辉与方嘉欣的眼里更是高不可攀。此刻他们两人的心态就像是小县城里的首富，终于有机会要跟全国首富见面，除了激动之外更是难免紧张。与他们两人不同的是，叶晨整个人的状态十分轻松，他双手插兜，大摇大摆地便进了道达大厅。此时的道达大厅内聚集着不少前来接机的人，不过方嘉欣并没有像之前跟刘家辉来接叶晨时那样戴上墨镜和口罩，也没了先前的那番阔太太姿态。这时候万破军从人群中转过身，来到叶晨面前，毕恭毕敬地说道：叶先生。叶晨点了点头，问他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情况。万破军恭敬道：回叶先生，没有。一旁的刘家辉见万破军也在这里，顿时有些紧张地抱拳说道：万先生好。万破军看了刘家辉一眼，微微向他拱了拱手算作回应，但是没有说话。万破军心里很清楚，别看刘家辉现在与叶晨好像老朋友似的，但用不了多久，刘家辉就会知道叶晨的真实身份，以及他这次来港岛的真正目的，所以自己也没必要跟刘家辉过多寒暄。20分钟后，一道亮丽的身影出现在海关出口处，瞬间引得不少人形注目礼。年轻漂亮而且气场很强的费可欣，在袁子虚的陪同下迈步从里面走了出来。费可欣还没走出来，便一眼看到了人群中的叶晨，顿时有些激动地向叶晨挥了挥手，高声道：叶先生。说罢，他连忙快跑几步来到了叶晨的面前。待费可欣在叶晨面前站定时，原本白皙的脸颊上已经浮上些许红晕，只是不知道他脸红究竟是因为快跑了几步的关系，还是因为害羞的缘故。不过费可欣看着叶晨的表情，明显带着溢于言表的喜悦。对玉女无数的刘家辉来说，他一眼就能看得出，这个费可欣一定喜欢叶晨。想到这，他不禁在心底惊呼，这叶晨究竟何德何能？为什么连费可欣这种身价几千上万亿美元的大小姐都能对他满是爱慕之色？而且这费可欣不只是有钱，颜值和身材也都是万中无一，完全不比曼琼逊色，而且身家背景比曼琼强出太多。如此看来，曼琼在他面前几乎毫无胜算。就在刘家辉暗叫不妙的时候，叶晨面带微笑地对费可欣说道：费小姐、袁师，二位一路辛苦了。一旁的袁子虚非常恭敬地说道：叶先生言重了，这都是在下的分内事。费可欣也认真道：不辛苦的叶先生，能为您分忧是可欣的荣幸。费可欣这一番话更是让刘家辉和方嘉欣惊骇万分，两人对视一眼，眼神之中都是震惊与不可置信。原本以为费可欣是叶晨的朋友，但谁能想到费可欣在叶晨面前竟然会自降身段，对叶晨尊称为您，还说为叶晨分忧是他的荣幸。这甚至已经有些卑微的感觉了，更像是下属对老板的语气和态度。他们两个都想不明白，费可欣贵为费家家主，为何要对叶晨如此谦卑。这时候叶晨对费可欣说道：费小姐，我来给你介绍两位朋友。说着他指向身边的刘家辉，开口道：这位就是港岛大名鼎鼎的刘家辉，刘先生。旁边那位是他的太太方嘉欣，方小姐。
费可欣一听两人名字，心中顿时一惊。他知道叶晨这次来港岛是为了帮陈肇中解决这里的麻烦，而且也知道想要陈肇中性命的就是港岛富豪刘家辉。但是他真没想到叶晨竟然把刘家辉带到了这里，而且看这架势，刘家辉好像还跟叶晨成了朋友，全然没有半点危险意识。就在他惊讶之时，刘家辉已经主动伸出手来，非常恭敬地说道：费小姐您好，鄙人刘家辉，久仰您的大名，没想到今日能在港岛见到您本人，真是三生有幸。费可欣收起心中的惊讶，看着刘家辉，伸出手来与他轻轻一握，旋即微笑道：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刘先生，幸会幸会。一旁的方嘉欣也有些紧张地说道：费小姐您好，我是方嘉欣，认识您很高兴。费可欣微微点了点头，笑着说道：刘太太好。刘家辉这时候连忙套起近乎，开口道：费小姐，我与叶先生相交莫逆，而您又是叶先生的好朋友，您此番来到港岛，一定要给在下一个尽地主之谊的机会。说着他又继续道：在下已于家中备好酒席，若是费小姐不嫌弃的话，还请到屈尊到寒舍小叙。接着刘家辉又连忙补充道：对了，费小姐，叶先生这2日就住在寒舍，若是费小姐不嫌弃的话，在港岛这几日也可以住在下家中。费可欣微微一笑，一双眼睛含情脉脉地看着叶晨，开口道：不瞒刘先生，我这次来港岛完全是因为叶先生，所以我一切听从叶先生吩咐。刘家辉赶紧又看向一旁的叶晨，毕恭毕敬地问道：叶先生，那您的意思呢？叶晨笑道：现在说这个还为之尚早。说完他问刘家辉道：对了，刘先生，你在港岛关系很深，能不能让机场在这栋楼里给我们提供一个贵宾休息室？刘家辉好奇地问道：叶先生，难道我们现在还不走？叶晨随口笑道：实不相瞒，今天一共有2位贵客，费小姐是第一个，稍后还有1位，可能要再等上一会儿。刘家辉听到这话，完全没往陈肇中身上想，他只是忍不住惊讶地问道：叶先生，您还有贵客？不知道这位贵客是什么来头？该不会是大名鼎鼎的安家人吧？叶晨微微一笑：这位贵客是我的一位长辈，与我父亲私交甚笃，至于他姓谁名谁，刘先生就不要问得这么细了。刘家辉心中暗忖，就连费可欣都对叶晨恭敬无比，那叶晨这第2位贵客恐怕来头比费可欣还要大，说不定还真是我猜测中的安家人，若是那样的话，我今天可真是撞大运了。想到这，他立刻拍着胸脯对叶晨说道：叶先生放心，这机场有我的股份，解决一间贵宾休息室再简单不过了，您稍等片刻，我这就安排。